婚礼进行曲响到第17遍，顾惜堂终于确定，他今天结不成婚了。酒店宴会厅400多号人交头接耳，父母脸色铁青，司仪擦了3遍汗。他穿着3个月定制的高定婚纱，站在侧门外，掌心被指甲掐出血。手机收到一条微信，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丽思卡尔顿2806房门，复言你老公昨晚到现在都在这里，不用谢。他平静地叫车，直奔酒店。开门的是周婉清，陆景川公司的行政总监，上个月还笑盈盈叫他嫂子。此刻他穿着男士衬衫，头发凌乱，脸上的潮红未退，表情从惊愕变成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嫂子，你怎么来了？顾惜堂越过他肩头，看见沙发上搭着那件他亲手在意大利定制的深蓝西装，袖口绣着 LJC。 让陆景川出来。景川在洗澡呢。顾惜堂笑了很长时间，笑得周婉清表情不自然，笑得他自己眼眶发红，但硬是没掉一滴泪。行，替我跟他说婚礼取消了。他转身就走，婚纱拖尾扫过走廊地毯，把3年感情扫进了垃圾桶。手机狂震，陆景川的消息接连弹出来，你听我解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是周婉清她婚礼可以改期，你别冲动。顾惜堂面无表情的删微信，拉黑电话，取关所有社交账号，动作快得像演练过无数次。他打电话给父亲，爸，婚不结了，陆景川出轨，被我当场抓到，我要出国，越快越好，今天就走。电话那头沉默10秒，顾建国只说了一个字，好。回家后，他拿剪刀绞开婚纱拉链，把16万的定制婚纱扔进垃圾桶，卸掉新娘装，换上牛仔裤白 T 恤，只带了换洗衣服、护照和一张银行卡。茶几上留下便签，到此为止，旁边放着那枚卡地亚订婚戒指。出门时，陆景川的车急刹在路边，他跳下车，西装扣错位，头发乱成鸡窝。惜堂，对不起，我喝断片了，是他自己贴上来的。顾惜堂抬手扇了他一巴掌，清脆响亮。你听好，他收回手，声音冷得像冰，你踏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我跟你之间就已经完了。婚礼没了，婚约没了，你跟我什么都没了。我不分手。陆景川眼眶红得要滴血，你怎么罚我都行。那你跟周婉清结婚吧，也算是给我省了婚纱钱。网约车到了，他上车前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陆景川，谢谢你让我在结婚之前看清了你是什么东西。要是结了婚才发现，那才叫真的惨。18小时后，他落地巴黎戴高乐机场。巴黎时间清晨6点，飘着小雨。他拖着行李箱站在机场雨棚下，看着远处埃菲尔铁塔的轮廓。手机里涌进几百条消息，他妈说陆景川在家门口跪了一整夜，他爸妈登门道歉，让他再考虑考虑。他回了一句，妈，我在巴黎了，一切都好。然后调成飞行模式。民宿在马黑区老式公寓的顶层，露台上能看到圣心教堂的白色穹顶。房东是60多岁的法国老太太马德琳，热情地帮他提行李，端来热红茶和可颂。你这么漂亮的女孩，为什么一个人来巴黎？顾惜堂用半生不熟的法语回了一句 Pour oublier， 为了忘记。马德琳拍拍他的手背，巴黎是个适合忘记的地方，也是个适合重新开始的地方。第1周他什么都不做，每天睡到自然醒，坐在街边长椅上啃法棍，看鸽子在石板路上踱步。第2周开始觉得无聊，脑子里不自觉想起陆景川，想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和周婉清光明正大在一起，想国内亲戚朋友在背后怎么议论他。所以他决定找事做。顾惜堂的专业是室内设计，在国内做了5年，作品拿过几个奖。他用蹩脚法语和谷歌翻译配合，花了3天做简历和作品集，开始往巴黎的设计公司海投。投了20几家，收到3个面试邀请。第3个面试改变了他的命运。Maison Ferrand， 巴黎中高端室内设计事务所，在国内设计圈都小有名气。
创意总监皮埃尔是50多岁的法国男人，头发花白，但眼神锐利。他翻完作品集后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自己凉了。你的作品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摘掉眼镜看着他，你的空间处理很克制，但克制里又有一种力量感。你经历过什么？他想了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人，但这让我学会了怎么面对自己。皮埃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好，我喜欢这个回答。签证问题我来解决，我给你发 offer。走出 Maison Ferrand 大门时正下小雨，她没带伞，但也不觉得冷。她把飞行模式关掉，给闺蜜苏敏发了条消息，我找到工作了，在巴黎。苏敏秒回，卧槽牛逼。紧接着又是一条，陆景川去你家找你爸了，跪在你爸面前哭，你爸差点拿扫帚把他打出去，笑死我了。他笑出了声，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真心实意的笑。Maison Ferrand 工作强度极大，但顾惜堂反而觉得舒服。他需要高强度工作填满时间，让自己没精力胡思乱想。皮埃尔对他近乎严苛，方案常被批得狗血淋头，但他不在意，被人骂说明还有进步空间。入职第2个月，他接了个精品酒店大堂设计项目。甲方是挑剔的法国女人，改了7、8版都不满意。顾惜堂花2周研究他的喜好，发现他喜欢日本侘寂美学，熬了3个通宵出了融合侘寂和巴黎元素的方案。甲方看完沉默了10秒，说了一句他当时没听懂的法语。皮埃尔翻译，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懂他的方案。那一刻他的眼眶差点红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靠自己的能力赢得尊重。皮埃尔给他升职，从初级设计师提到项目设计师，工资涨了 30%。同事拉他去圣马丁运河边喝酒庆祝，他喝了2杯红酒，忽然哭了。同事们吓坏了，他擦着眼泪说没什么，就是觉得终于活得像个人了。他没有告诉他们，那天原本应该是他在海南度蜜月的日子。时间一晃到12月，顾惜堂已经在 Maison Ferrand 待了小半年，参与了3个项目，拿了1个法国本土设计奖项，法语也练到了能跟菜市场大妈讨价还价的程度。12月14号，周五，他加完班快10点，拐去公司附近一家开到很晚的亚洲超市东方味补货。正踮脚去够货架顶上的火锅底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海底捞的牛油锅底比较好，你拿的那个牌子太咸了。说的是中文，带着北方口音，声音很低。顾惜堂转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2米左右，深灰色大衣，围巾随意搭着，肩膀很宽，五官算不上特别精致，但组合在一起很舒服，眉眼间有种让人安心的沉稳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净，右手无名指上有一道细细的疤。你也是中国人？他问。应该是，他笑了一下，我在这附近住了3年，第一次在这家超市碰到同胞。你刚来巴黎？半年。他把购物篮里一瓶没有任何标签的辣椒酱递给他，老板娘自己做的，比老干妈好吃10倍。要是好吃你请我吃饭。话一出口他就觉得有点冒昧，但这个人让他觉得很放松。他显然有点意外，挑了挑眉，那我等着。结账时他掏钱包，他已经替他把辣椒酱钱付了。投资，他一本正经，用1瓶辣椒酱换1顿饭，投资回报率太高了，不能错过。他被逗笑了，笑得收银台老板娘都抬了头。走出超市时，外面下起了小雨。他没带伞，他撑开一把黑色大伞，往他那边倾斜大半。他们并肩走在雨夜的巴黎街道上，他闻到他身上有很淡的木质香调。你在巴黎做什么？室内设计 Maison Ferrand， 那家公司很有名。我有个朋友的餐厅南风就是他们设计的，在第5区做云南菜，口碑很好。那你呢？自己开了个小工作室，做建筑设计，混口饭吃。走到地铁站入口时雨小了，他收伞，递给他一张名片，下次想吃火锅可以找我。
保证比你一个人涮牛油锅底强。顾惜堂低头看，沈雨申，建筑师，浅灰色卡纸，凸版印刷，背面有个小 logo， 3条交织的线构成建筑轮廓。顾惜堂，他把名片收好，我叫顾惜堂。我知道。他指了指他胸口望摘的工牌。两个人都笑了。西塘，西边的海棠花。他念了一遍。我妈起的，她喜欢海棠。他往地铁走了2步又回头，沈雨申，谢谢你的辣椒酱。他站在原地没动，只是抬手示意他快下去别淋雨。他上车坐定后才后知后觉，他没有问他要联系方式，好像很笃定他会联系，又好像根本不在意他联不联系。那张名片一直放在钱包夹层里，和银行卡放在一起。接下来1周，他每天加班到深夜，那瓶辣椒酱放在冰箱最显眼的位置，但一次没打开。不是不想尝，而是觉得开了就得给反馈，给了反馈就得约那顿饭，而他不确定自己准备好了。周5晚上，皮埃尔组织团队聚餐，他喝了点酒，微醺时胆子变大，趁着去洗手间的功夫拨了名片上的号码。响了5声，对面接了。喂，声音比那天晚上低沉，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我是顾惜堂，超市里遇到的，你推荐了辣椒酱。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传来很轻的笑。我知道你是谁。辣椒酱好吃吗？还没开。我觉得开了就得请你吃饭，所以一直没舍得开。沈雨申又笑了。那你现在是准备开了？我想请你吃饭，不吃火锅，想吃正经法餐。你推荐的那家云南菜南风行不行？南风不太合适。那家店是我设计的，带你去我设计的餐厅像是在炫耀，而且太火了，周末订不到位子。他愣了一下，原来他就是那个项目的合作方。你订地方，我相信你品味。周6晚上7点，福日广场喷泉旁边等我。不要穿高跟鞋，要走一段路。挂了电话，顾惜堂站在洗手间镜子前看了自己很久，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眼睛亮得有点过分，嘴角挂着一个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笑。周6下午，他从衣柜里翻出所有衣服，花了1小时定下来，黑色针织连衣裙，驼色羊毛大衣。涂口红时想起上次这样认真打扮还是和陆景川第1次约会，心里涌上复杂情绪，像是某种已经死掉的东西正在缓慢复活。晚上7点，福日广场。沈雨申已经到了，手里拿了一小束浅粉色洋桔梗，牛皮纸简单包着。祝贺你熬过了巴黎的冬天，虽然冬天才刚开始。你怎么知道我熬过了？能在周5晚上主动打电话约人吃饭的人，一定是已经上岸了。语气里有种洞察一切的笃定。他带他去的餐厅藏在马黑区极窄的巷子里，没有招牌，没有菜单，门帘小的发现不了。推门进去别有洞天，6张桌子，每张都有烛台，墙壁上挂着老照片和手绘巴黎街景。你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他忍不住打量灯光布局和空间动线，职业病发作。巴黎的秘密，慢慢告诉你。那顿饭吃了3小时，3道菜的法餐配勃艮第红酒。他们聊了很多，从设计理念聊到巴黎建筑，从南北方差异聊到各自经历。他说话的方式很舒服，不抢话也不让话题冷场，回答问题前会认真想几秒，从不敷衍。他知道了，他是天津人，在巴黎待了7年，本科国内读的建筑学，研究生来法国深造，毕业后留下来开了自己的小型建筑工作室，做的多是文化空间和小型商业项目。你为什么来巴黎？他问，红酒杯在烛光里轻轻晃动。他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被问过无数次，每次都用想换个环境搪塞。但今晚，也许是酒精，也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真诚，他不想搪塞了。我来巴黎是因为我逃婚了。他放下刀叉，看着他的眼睛。婚礼当天，未婚夫迟到了5个小时。我穿着婚纱去酒店找他，发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然后我回家把婚纱缴了，连夜买机票飞到巴黎。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连他自己都惊讶。沈雨申没有说我很抱歉或他真是个混蛋之类的套话，他只是端起酒杯，隔空和他碰了一下。敬婚纱？什么？敬那件被你缴了的婚纱？他认真的说，他牺牲了自己，换来了你坐在我对面吃这顿饭。他愣了一秒，然后笑得差点把红酒洒出来，笑了很长时间，笑到眼角渗出一点眼泪。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不是因为客气或礼貌，而是真的觉得好笑，真的觉得轻松。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的，跟别的建筑师不一样。别的建筑师什么样？要么太闷，要么太装。他笑了一下，那你见的人还不够多。走出餐厅时，外面又下起了小雨。他撑开那把黑色大伞，和上次一样往他那边倾斜。走在石板路上，两个人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沈雨申，你结婚了吗？问完他就后悔了，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没有。女朋友呢？也没有。为什么？他没有马上回答，走过半条巷子才开口，声音在雨声里格外轻，可能是因为之前遇到的人都没有让我产生就是他了这种感觉吧。他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那你眼光还挺高的。他努力让语气轻松些。也不一定，说不定只是还没遇到。他们站在雨中，互相看着对方，伞在头顶撑着。他觉得自己脸烫得能煎鸡蛋。就在这时，手机震了。苏敏发来7、8条消息，最后一张是微博热搜截图。热词：井号陆景川欠债跑路。井号正文大意：陆景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他本人失联，据说卷了几千万跑路。受害投资人已报警，事情闹上热搜。他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说不清是震惊还是后怕。和他在一起3年，从不知道他在搞非法集资。如果没逃婚，他现在不是前女友，而是涉案人员家属。逃婚那天，他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人，现在看来，那简直是老天爷在救他。怎么了？沈雨申注意到他的表情，他把屏幕亮给他看，他眉头微皱，你前男友？他沉默2秒，把伞又往他那边挪了挪，那你确实应该敬那件婚纱。顾惜堂深吸一口气，把手机塞回口袋，走吧，我请你喝杯咖啡，今晚不想一个人待着。沈雨申点头，没有多问，走在前面半个身位替他挡着风。他的背影在雨夜里显得格外踏实。他跟在他身后，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心里冒出一个荒谬却真实的念头。陆景川在国内被警察追着跑，而他在巴黎雨夜里跟着认识不到2周的男人走在福日广场的石板路上。生活这出戏的编剧比他想象中厉害多了。那天晚上他真的不想一个人待着。看完截图后，他表面很平静，但内心深处有个被压了半年的暗箱正被撬开。不是怀念，不是心软，是毛骨悚然的后怕。他跟他在一起3年，同居2年，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个男人每天早上西装革履出门，晚上回来跟他聊投资风口，他以为他在经营正经公司，结果他在搞非法集资。这种被全面欺骗的感觉，比出轨本身更让人胆寒。他们坐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里，他面前放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拿铁。沈雨申坐在对面安静地坐着，不催他说话，也不刻意找话题。这种安静反而让他舒服。我跟他在一起3年，同居2年，订婚1年。他每天8点出门，10点回家，手机有密码我从来不查，因为觉得爱人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他跟我说做投资，具体投什么我也没问，觉得那是他的事业，不该插手。他转着咖啡杯，现在想想，我不是信任他，我是懒得去了解他到底做什么，懒得怀疑他说的话，懒得思考关系是不是真像我以为的那么牢靠。我以为不问不管不干涉就是好女朋友的标准配置，结果把自己活成了瞎子。
沈雨深沉默了一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问题？什么？信任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辜负信任的人。你那3年，也许他都在骗你，但你的3年从头到尾是真的。你的感情、付出、信任是真的，是干净的。他不配，不代表你做错了。他愣住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那3年的感情是真的，是干净的。陆景川可以骗他，但偷不走他曾经付出过的真心。你说话总是这么，他找不出合适的词，这么让人想哭。他擦眼角，把眼泪逼回去。他抽了张纸巾递给他，别忍了，想哭就哭。巴黎的咖啡馆不歧视哭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哭过很多次。刚来巴黎头2年，语言不通，接不到项目，房租交不起，被房东赶出来，坐在街边咖啡馆门口哭了2回。没一个人过来问我怎么了，法国人觉得哭是私事，尊重你的私事。他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比他想象中复杂。他看起来从容温和游刃有余，但从容背后藏着的东西，他今天才摸到一点边缘。你后来怎么熬过来的？没熬，就是扛。扛到扛不动就休息一下继续扛。熬和扛的区别在于，熬是被动的，扛是主动的。熬是等时间过去，扛是跟时间一起往前走。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凌晨2点半，他把他送到公寓楼下。雨已经停了，老街上积着浅浅水洼，倒映着路灯的光。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就是我微信，你还没加我。他笑了，你这是在跟我要微信？我是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下次不用打国际长途叫我出来喝咖啡。他当着他的面加了好友，头像是一张手绘建筑速写，昵称就是沈雨深，简单的像个假号。上楼后，他没马上换衣服，走到露台上往下看。他还站在楼下，看到他出现，抬手挥了挥，然后转身走进夜色里。微信里他发来第一条消息，早点睡，明天请你吃可颂。我知道巴黎最好吃的可颂店。他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回到房间，他打开手机搜陆景川非法集资案的新闻，越看越心惊，涉案金额将近2个亿，受害投资人超过300人，有不少是他老家的亲戚朋友。更可怕的是，他在出逃前把名下资产全部转移到了境外。2年前就开始了，那意味着他们订婚后不久，他就已经在做这种事。求婚时手上那枚卡地亚戒指，很可能就是用投资者的钱买的。这个念头让他差点吐出来。苏敏找律师朋友咨询了一下，目前没有直接法律关联，2人没婚姻关系，他也没参与经营。但坏消息是，陆景川他妈在接受询问时说，我儿子的钱都是给那个姓顾的女人花了。虽然警察查了之后发现没什么大额转移，但这句已经被一些受害者家属传开，网上有人发帖说他是帮凶，还有人说要把他人肉出来。姐妹，你真的别回国，至少这段时间别回来。这帮人现在是疯狗状态，逮谁咬谁。苏敏的语气很严肃。他起床洗了把脸，对着镜子说，行，不回去就不回去，正好我也不想回去。周6上午，他去赴沈雨深的可颂之约。那家店在圣日耳曼区小巷里，门面小得可怜，但排着长队。他已经在了，递给他一杯外卖咖啡，拿铁，多奶少糖，上次看你就是这么点的。他接过咖啡喝了一口，温热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把他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里拽回现实世界。他站在巴黎冬日阳光下，身边是个记得他咖啡口味的男人，前面是巴黎最好吃的可颂，身后的一切烂事都隔着一整个欧亚大陆。昨晚没睡好？他看了他一眼，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了。他苦笑，把苏敏说的那些事简单讲了一遍。他听完眉头皱起，你在国内的资产最好做个处理，个人信息清理一遍，社交媒体设成私密，不要留任何能让人联系到你的线索。你怎么懂这些？
我一个客户的案子跟你差不多，他前妻也是被牵连进经济纠纷，虽然法律上最后证明没关系，但过程折腾2年，差点被逼疯。这种事最可怕的不是法律问题，是舆论。可颂咬下第一口，他眼睛瞪大，酥皮在嘴里咔嚓碎裂，黄油和面粉的香气充满整个口腔。他用表情问怎么样，他嘴里塞满可颂，只能用表情表达震惊。我说了，不会让你失望的。他笑得眼角起了褶子。他们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椅上吃可颂，冬日阳光从梧桐树枯之间洒下来，在地上投出交错光影。他吃着可颂晒着太阳，忽然觉得心里那团乱麻被轻轻解开了。不是因为可颂有多好吃，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即使国内天塌了，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可以继续。他有工作，有公寓，有刚萌芽的社交关系，有坐在他对面正帮他包巧克力面包纸的男人。他已经不是半年前那个在婚礼上等待的新娘了。沈雨申，你真的没有女朋友？他正在喝咖啡，被呛了一下。你这个问题上次不是问过了吗？上次你回答的是没有，但没回答为什么。你这人长得不差，工作不错，性格暂时没发现什么大毛病，在巴黎这种地方居然单身，不太合理。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审犯人？都算。他放下咖啡杯，想了想，之前有过一段，谈了3年，跟我一起来法国读研。毕业那年他拿到国内很好的 offer 想回去，我想留在巴黎。异地1年最后分了。他觉得我在巴黎待着没前途，自己开工作室风险太大，吵了半年和平分手。他现在在国内很大的地产公司做设计总监，做得很好，我替他高兴。你后悔留在巴黎吗？从来没有。后悔的瞬间当然有过，交不起房租，项目被甲方否掉，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回去了会不会更轻松。但那种后悔只持续几分钟，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回去了，会后悔一辈子。他看着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同类，一个愿意为选择付出代价的人。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喜欢活在别人期待里，活在安全的选择里，而沈雨申是那种会为真正想要的东西去赌一把的人，赌输了也认。这一点上他们很像。你呢？你后悔来巴黎吗？不后悔。有时候想起陆景川还是觉得恶心，但从来不后悔来了巴黎。这里治好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我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下去，结果发现离开他活得更好。他笑了，端起咖啡杯朝他举了举，那就为活得更好干杯。吃完可颂，他们沿塞纳河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他边走边给他讲沿路建筑的故事，法兰西学会、奥赛博物馆、荣军院，每一栋都能讲出有趣的历史和设计细节。他听得入了迷，他讲的不是年代和流派，而是建筑背后的人。谁设计了它？谁在反对？谁在坚持？谁为了一个窗洞的位置跟甲方吵了一整年？这些故事让冷冰冰的石头变得生动起来。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刚来巴黎时没钱，唯一的娱乐就是走路，走过每一条街，看每一栋房子，然后回去查资料。巴黎是一本翻不完的建筑史，你走在路上每一步踩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的石板。他忽然停下脚步，沈雨申，你有没有想过当老师？没有。怎么了？因为你讲课的样子很有魅力。说完他就后悔了，太直白了，不符合他给自己设定的慢一点稳一点的节奏。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他愣了一下，笑着摇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那你前女友有点没眼光。我收回，这样评价人家不太好。来不及了，我听到了。他笑得更明显了。他赶紧转移话题，问他前面那座桥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戳穿，顺着他的话介绍起了亚历山大三世桥的设计细节。他们在河边逛到下午，分别时他说周六晚上蓬皮杜中心有一场建筑讲座，主讲人是他很喜欢的一位法国建筑师，问他想不想一起去。这算是约会吗？
他直接问道。他觉得自己在他面前越来越不需要拐弯抹角了。算，他这次没有避重就轻，坦然地承认，这是我们第3次见面，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件事明确下来了。哪件事？我正在追你这件事。语气和讲亚历山大三世桥的历史一模一样，沉稳、清晰，不带任何油腻套路。不是在试探，不是在调情，只是在陈述事实。他被他这种直球打了个措手不及，心跳快得像刚跑完800米，但脸上还是努力维持了镇定。行吧，那就看讲座。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顾惜堂，又怎么了？你做室内设计的，明天讲座的内容可能对你的工作也有用。你看，我连约你出来都在帮你的工作考虑，这个追求者的诚意，你可以感受一下。说完他就走了，步伐不快不慢，背影消失在亚历山大三世桥尽头。夕阳把他深灰色大衣染成暖棕色，像一幅走动的油画。他站在原地，使劲抿着嘴，不让自己笑得太大声，掏出手机给苏敏发了条消息，敏姐，我觉得我好像要恋爱了。苏敏秒回，谁？巴黎那个建筑师，长什么样？照片。他翻了翻相册，才想起来还没有他的照片，只拍了一张今天早上的可颂和咖啡，咖啡杯旁边露出他的一只手，骨节分明，指甲干净，无名指上有一道细细的疤。苏敏回了3个字，手好看，然后又补了一条，等等，这照片构图也太好了吧，可颂酥皮纹理和咖啡拉花还有光影层次，这不是在拍美食杂志。他回，我拍的，但可颂是他买的，咖啡是他买的，桌上那张旧报纸也是他铺的。他说这样拍出来比较好看。苏敏回了一个长达10秒的语音，里面只有3个字翻来覆去的重复，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他笑着把手机锁屏，没有回复，但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太快了。半年前才从一段3年感情里逃出来，现在就让新的人走进心里，他害怕，怕自己是在用新恋情逃避旧伤口，怕沈雨申只是一个漂亮的浮木，他抓上去只是为了不被溺死，而不是真的想游到对岸。但这个需要时间确认的计划，第2天晚上就被他自己打破了。讲座在蓬皮杜中心多功能厅，来的人比想象中多得多，整个厅坐得满满当当。主讲人是70多岁的法国建筑大师，讲建筑与时间的关系。他说，建筑是时间的容器，好的建筑不是凝固的音乐，而是流动的时间，人在里面出生、成长、衰老、离开，建筑见证了一切，却不做评判，这是建筑最温柔的品质。他坐在沈雨申旁边，听得入了神。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空间设计，以前更多考虑的是功能、动线、美学，但这位建筑师提出的观点让他看到全新可能性，空间不仅是给人用的，还是给人经历的。讲座结束后，走在蓬皮杜广场上，2个人都还沉浸在讲座内容里。他越说越兴奋，把刚才的观点和自己的设计实践联系起来，说着说着发现他停下来了，站在他身后2步静静地看着他。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你聊到专业的时候眼睛会发光。他被这句话说愣了，一模一样的句式，他今天早上在心里形容过他说到工作的时候眼睛会发光，现在他把这句话还给了他。就在这个瞬间，他心里那个关于时间的疑虑忽然消解了。他不需要用时间来确认任何事情，因为答案已经摆在那里了。他喜欢沈雨申，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不是因为他刚好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出现了，而是因为他能看懂他，能在他聊到专业时看到他眼睛里的光，并且告诉他，你的光我看到了。这种感觉，他在陆景川身上花了3年都没找到。沈雨申，你不是在追我吗？对。那你别追了。他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往前走了一步，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我跑太快了，你追不上的。所以我想了想，还是等等你吧。
他站在巴黎冬夜的冷风里，像一尊被突然激活的雕塑，花了整整3秒钟才消化完。然后他笑了，笑得眼角的细纹全部舒展开，像是巴黎连绵阴雨之后忽然出了太阳。顾惜堂，你知道你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吗？什么？你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做得特别快。逃婚是这样，来巴黎是这样，就连谈恋爱也是这样。所以呢？所以我在想，这种效率用在建筑上，能盖出一座帝国大厦来。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做这座大厦的第一个住户？巴黎的夜风吹过蓬皮杜广场，把喷泉的水珠吹散成细密水雾。他站在水雾里，觉得这个男人的比喻莫名其妙，却又精准的让人心动。他说的话从来不是标准情话，但在他听来比任何情话都好听。门还没盖好呢，你得先帮我把门装上。好，我是建筑师，装门是我的专业。2个人对视1秒，同时破功笑出了声。笑声惊起了广场边的鸽子，扑棱棱地飞向深蓝色夜空。那天晚上回到公寓，他站在露台上吹了很久的风。圣心教堂的白色穹顶在远处发光，马黑区老街道静谧得像铜版画。他回想半年前拖着行李箱站在戴高乐机场的样子，狼狈、破碎，看不到未来。那时候以为来巴黎只是一场逃亡，现在才明白，他不是逃到了巴黎，是走到了巴黎。那场被背叛的婚礼不是打垮他的灾难，而是推了他一把的手，把他从一潭死水里推向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手机震了，沈雨申发来消息，下周5我工作室有个小展览，展出最近完成的一个改造项目，要不要来看看？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位置是哪个？我旁边。他盯着这2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一行字，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当你1天的女伴。不对，不是女伴。那是什么？是大厦的第1个住户，你说的。这次他没有回文字，发了一条语音。他点开听，背景音里是他低低的笑声。好，住户小姐，门已经装好了，你随时可以搬进来。他握着手机在露台上笑出了声，笑得楼下的鸽子又飞了起来。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笑声落下的同时，一架从北京飞往巴黎的航班刚刚降落在戴高乐机场。飞机上下来一个男人，瘦了很多，头发剃得很短，戴着遮了半张脸的墨镜。他站在机场到达厅出口，看着巴黎灰蒙蒙的天空，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周婉清，顾惜堂在巴黎对不对？把他地址给我。顾惜堂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在露台上站了很久，握着手机蜷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直到早上被电话吵醒。是他爸。糖糖，你听爸说，陆景川跑了，从国内跑了。警察本来已经锁定他的位置，就在他老家一个亲戚房子里躲着，昨晚抓捕时发现人没了。查了出入境记录，前天晚上从云南那边偷渡出去的，现在人不知道在哪。他握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但还是努力让声音镇定。他跑就跑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而且我在巴黎，他还能跑到巴黎来找我不成？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他妈妈今天早上来咱家了，跪在你妈面前哭，说你肯定知道景川在哪，说你们俩之前感情那么好，不可能说断就断，还说景川走之前跟他提过你，说要去法国找你。一股凉意从脊椎骨窜上来，直冲天灵盖。他疯了，来找我干什么？我又没钱，他欠了2个亿，找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开银行的。所以爸要跟你说，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住的地方有没有门卫？有没有监控？上下班走的路安不安全？最好换个地方住，或者找个朋友一起住，别一个人。他透过窗户看了看楼下，马黑区老街一如既往安静，法国老头在街角咖啡馆喝浓缩咖啡，骑自行车的女人叮铃铃经过，没有任何异常。但父亲的话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湖面，
把他在巴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安全感砸出一道裂缝。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冷静。陆景川现在是通缉犯，偷渡出境后，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活下来，怎么躲避追捕，不可能真跑到巴黎来找他。他妈说的那些话多半是病急乱投医。但万一呢？这个万一像一根刺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他先不打算跟沈雨申说，一来可能性确实不大，二来关系才刚刚开始，他不想把前任的阴影带到这段全新的关系里。但这个决定只维持了不到8个小时。当天下午，他正在公司加班改施工图，手机响了，法国本地的陌生号码。他随手接起来，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Bonjour。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粗重而急促。他又问了一遍，还是没人说话。他拿着手机快步走出办公室，一直走到消防通道楼梯间。大约10秒钟，那头终于开口了。西塘。只2个字，但足够了。他像被电击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陆景川。西塘，你真的在巴黎？他的声音少了以前那种意气风发的油滑，多了被逼到绝路的沙哑和急促。我找了你好久，问了所有认识你的人，没人肯告诉我你在哪。最后是周婉清给了我这个号码。周婉清。他心里冷笑了一声，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你找我干什么？声音冷得像冬天塞纳河上的风。我想见你。西塘，我错了，真的知道错了。这半年来每天都在想你，想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那些事都是周婉清搞出来的。陆景川。他打断他，每个字都带着刃。你欠了2个亿跑路了，你是通缉犯。你来巴黎不是为了找前女友叙旧，是来找钱找活路的。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我没钱，没任何能帮你的资源。我只是在巴黎打工的设计师，租房子住，坐地铁上下班，银行卡余额换成人民币还不够你那帮债主塞牙缝。找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我来巴黎是因为想亲口跟你说对不起。你说完了吗？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不要再来找我。你在婚礼当天选择了周婉清的那一刻，就已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现在的顾惜堂跟你认识的那个顾惜堂不是同一个人。说完他挂了电话，把号码拉进黑名单。他在楼梯间靠着墙壁站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没有哭没有发抖，连心跳都在慢慢恢复正常。半年前光是想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胸口疼，现在亲耳听到他的声音，最大的感受竟然是陌生。但有一件事让他不安，陆景川说他在巴黎。他真的来了。从国内偷渡到东南亚，再辗转来巴黎，对一个被通缉的人来说，这条路一定走得很难，但他还是来了。这说明他在巴黎一定有某种渠道或目的，不可能只为说一声对不起。他忽然想起，陆景川以前提过有个大学同学在巴黎开贸易公司。他开始搜陆景川大学时期的社交动态，在一个已被封的领英页面上找到关联信息，曹玉在巴黎一家叫法亚通的贸易公司做合伙人。他犹豫了一下，给沈雨申发了消息，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做进出口贸易的，或者认识一家叫法亚通的公司？沈雨申回复很快，怎么突然问这个？他把接到陆景川电话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包括偷渡出境，他妈妈去家里闹，以及查到的曹玉。发完之后，沈雨申直接打了电话过来。你没事吧？第一句话语气里带着从未见过的紧绷。我没事，他就是打了个电话，我把他拉黑了。我不关心他找你干什么，我关心的是你现在安不安全。他现在在巴黎，知道你的电话，下一步就有可能知道你的地址。你不要一个人住了。没那么严重吧？他应该不至于。顾惜堂，他声音少见的严肃，你现在下班在公司等我，不要一个人回家。今天晚上住我那里。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是他在确认建筑结构安全时才会用的，不容置疑的专业判断。
他张了张嘴想说这样不太好吧，又咽回去了。他说的对，被逼到绝路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不能用自己的安全去赌通缉犯的理智。好，我等你。下班后他开始在办公室等，搜了一下法亚通，注册地在巴黎13区，那里是华人聚集区。一根隐隐的线在脑海里串联，陆景川到巴黎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在13区做贸易的大学同学，然后用13区当地号码给他打电话。他说的对不起，我想你大概率是烟雾弹，他想从他这里得到的东西绝不是原谅，而是别的什么，钱、人脉，或者通过他找到留在法国的合法途径。晚上7点，沈宇申出现在 Maison Ferrand 楼下，换了一件黑色羽绒服，手里拎着袋子，里面是全新洗漱用品和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男士毛衣。我家里没有女生的衣服，这件是新的，你将就一下。语气很平常，好像只是安排再普通不过的过夜计划。他接过袋子想说谢谢，又觉得光说谢谢太轻了。走吧，先去吃饭，然后回我那里。路上你详细跟我说一下那个同学的情况，我有个朋友在巴黎警署工作，也许可以帮忙查一下。他跟着他往地铁站走，走了2步，忽然停下来。沈宇申，对不起，本来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展览约会的，结果变成了保护证人计划。你跟我在一起的第1周就要处理这些破事，是不是太惨了点？他转过身，认真地看着他，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咖啡馆我说过什么？你说过很多话。我说，扛不是熬，熬是被动的，扛是主动的。你现在遇到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一起的事。我不是在帮你处理破事，是在跟你一起面对我们的破事。他顿了顿，而且说真的，跟你一起扛这些，比我自己在工作室画图有意思多了。他站在原地，冬夜冷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吹得头发乱飞，但一点都不觉得冷。他往前走了1步，很自然地挽住他的胳膊。这个动作没有犹豫，没有想是不是太快了，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挽着，所以就挽了。他侧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把胳膊轻轻收紧，让他挽得更稳当。他们并肩走在马黑区石板路上，他把陆景川电话的所有细节、曹玉的信息、对整件事的推测全讲给他听。沈宇申听完没有立刻下结论，沉默着走了大半条街。曹玉全名叫什么？草字头加一个日一个立的玉。他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大概5分钟对方回了。他看了一眼，眉头微皱，我那个在警署的朋友说，这个名字他们有印象。曹玉之前有过案底，涉嫌帮助非法移民伪造材料骗取居留，最后因没足够证据被放了。你前男友找到这个人，很可能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想搞到在法国的合法身份。他的心一沉，如果陆景川目的是合法身份留在法国，就不会轻易离开巴黎，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联系他，因为他在法国有合法身份，有稳定工作和住所，在他眼里就是一条可以攀附的藤蔓，所以他会一直缠着我。不一定，他有求于曹玉，曹玉是个做灰色生意的人，这种人最怕麻烦。如果知道陆景川身负大案，他不一定帮，甚至可能主动把人赶走。他顿了顿，现在要做的是确保你自己安全的同时，让他知道你身边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时间一长，他自己就会消失。他公寓在圣马丁运河附近，旧厂房改造的住宅楼，红砖外墙，大面钢框玻璃窗。他站在门口，仰头研究了半天建筑立面。这是你自己设计的改造方案吗？不是，一个师兄的工作室做的，我只参与了结构部分。进来吧，外面冷。房间灯打开那一刻，他站在门口愣住了。Loft 挑高5米多，整面墙落地钢窗，窗外就是圣马丁运河夜景。房间没太多家具，一张极大的工作台占据客厅中央，上面铺满图纸、草模和建筑书籍。最引人注目的是空间中央悬挂的一盏吊灯，由几十根细长黄铜管组成，
灯光从管子间缝隙露出来，在天花板上投射出水波一样的光影。这个灯是你自己做的？灵感来自运河的水面，晚上效果更好，白天没那么明显。他在房间里慢慢走了一圈，看了他画了一半的手绘图，标注的密密麻麻的结构计算书，墙上贴的各种项目照片。这个房间不像普通住所，更像一个建筑师的大脑，每个角落都在展示主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工作台角落有一张手绘速写，画的是一个人侧脸，高马尾，下巴微扬，专注地看着什么。是他自己。你什么时候画的？他拿起速写。他回头看了一眼，表情难得出现一丝慌乱，快步走过来想拿走，他已经把纸举高了。回答问题。什么时候画的？第二次见面之后，就是吃可颂那天晚上。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一直浮现你坐在卢森堡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的样子，就随手画了一张。他低头又看了看那张速写，小心翼翼折好放进口袋，没收了。那是我的，现在是住户的了。你不是说门已经装好了吗？住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无奈地笑了，转身去烧水，红茶还是咖啡？红茶。他端着2杯红茶走过来，并排坐在工作台前，面朝巨大落地窗，窗外运河水面倒映着两岸灯光。沈雨申，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俩认识的太快了？有多快？从超市偶遇到现在不到1个月。他认真的想了想，时间长短和质量不是一回事。你跟一个人在一起3年，不了解他每天在做什么。跟另一个人认识3周，已经知道他刚来巴黎时在咖啡馆门口哭过，知道他最尊敬哪位建筑师，知道他为了窗户比例跟甲方吵过1年。你觉得哪段关系更快？他被说得哑口无言。密度，关系深度不看时间长度，看信息密度。我们这20多天交换的信息密度，可能比很多人20年都高。这不是快，是效率。你这是在用建筑思维分析感情，把谈恋爱当项目。可能吧，但谈恋爱和做项目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基础要打牢。结构不稳的建筑地震一来就塌了，结构扎实的多大风浪都能扛。我觉得我们俩的基础挺扎实的。他没有回答，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大，手指修长，掌心温暖烘烘地包裹着他的指尖。我觉得这个基础可以继续打下去。他低头看了看他握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几秒钟。运河上的游船正好驶过窗外，黄铜吊灯的光影在天花板上轻轻晃动。然后他抬起头，用另一只手附上他手背。顾惜堂，我不是那种会说很多漂亮话的人，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像做建筑设计一样对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构要稳，细节要精，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排查修复，绝不留隐患。这个承诺可以吗？他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陆景川说过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每一个承诺都华丽的像婚礼上的烟花，但炸完之后连灰烬都找不到。而沈雨申的承诺一点都不浪漫，他说的是结构、细节、排查修复，像签工程合同。但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承诺。不靠情感泛滥的誓言，靠的是对自己专业准则的坚持。一个认真对待每一根梁柱每一处节点的建筑师，对待感情也不会马虎。可以，不过前女友那个事还没完，你得帮我把这个结构裂缝修补好。他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向上，用手指在掌心里画了一个房子轮廓。建筑师修裂缝，专业对口。那天晚上他睡他卧室，他睡客厅沙发。他本坚持睡沙发，他说让客人睡沙发是建筑师的设计事故，把他推进卧室。卧室很小但收拾干净，床头柜上放着翻了一半的营造法式和一副旧耳机。枕头上有一点点淡淡的木质香调，和他第一次见他时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
他躺在陌生床上，盖着陌生被子，但一点都不觉得不安。窗外运河的水声隐隐约约，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摇篮曲。手机亮了一下，睡不着的话，冰箱里有牛奶，微波炉热1分半就好。他回了一个好，然后又发，你那个展览是周5对吧？我会去的，穿最好看的那条裙子去。那我得去买件好一点的西装了。后面跟了一个认真思考的表情。他笑着把手机放到一边，把脸埋进枕头里。那股淡淡的木质香气包围着他，像沉默而温柔的拥抱。这一觉睡得格外踏实，一个梦都没做。接下来几天过得很平静。白天上班，晚上沈雨申来接他吃饭，然后回他公寓。他睡卧室，他睡沙发，两个人之间隔着一道没锁的门。陆景川没有再打来电话，但收到过几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内容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西塘，我真的后悔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大理吗？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你。他一条都没回，看完直接删掉拉黑号码。沈雨申通过警署朋友查到曹玉具体情况，法亚通表面做中法进出口，实际好几个业务板块游走在灰色地带，包括帮人伪造工作合同、申请居留、虚开发票、帮助逃税。法国警方已关注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抓到确凿证据。陆景川现在大概率就在曹玉那里。好消息是曹玉非常谨慎，知道陆景川身背大案后不会长期收留。坏消息是在曹玉想办法把他弄走之前，他应该还会继续尝试联系你。那就让他联系吧。发一条拉黑一条，换号发再拉黑。他能有多少个号？10个？20个？我不信他比电信公司还有耐心。沈雨申看着他笑了，你现在的心态比以前好多了。那是，以前我是被出轨的前女友，现在我是 Maison Ferrand 最年轻的项目设计师，手头3个项目在跑，有一个在香榭丽舍大街旁边，还有一个马上要去米兰设计周参展。你觉得我有时间陪通缉犯演戏？他说话时下巴微扬，眼睛亮得发光，和半年前那个在酒店走廊里穿着婚纱发抖的女人判若两人。周5，沈雨申工作室展览。展览在马黑区旧车库改造的艺术空间里，主题是记忆的容器，展示的是他把普罗万小镇废弃30年的纺织厂改造成社区文化中心的项目。来了不少人，建筑师同行、媒体、甲方代表。顾惜堂穿了一条酒红色针织连衣裙，外搭黑色短款羊毛大衣，头发自然披在肩上，化了比平时精致的妆。沈雨申今天穿深蓝色西装外套内搭白衬衫，不打领带，最上面那颗扣子开着。他注意到他西装袖口内侧绣着名字缩写 SYS。 你来了。他上下看了他一眼，这条裙子确实很好看。为了配你的西装，深蓝色和酒红色，设计师说的这叫互补色。他伸手帮他整理衣领，动作自然的像做过无数遍的习惯。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什么？像这座建筑的女主人。他的手停在他领口上，然后笑了笑，还没到女主人呢，最多算特邀嘉宾。行，特邀嘉宾。他也不急着纠正，拉起他的手，来，我带你看看。他牵着他的手穿过来宾，讲解每块展板背后的故事。那栋纺织厂改造花了近2年，过程中好几次差点夭折。最难的是地基加固，打了4根桩都稳不住，第5根桩打下去时，整个墙面裂了一道3米长的缝。那天我站在工地前面，看着那道裂缝，觉得2年心血要毁在这一道缝上了。后来怎么解决的？后来发现那道裂缝本来就是老伤，不是施工造成的，反而帮我们找到了地基真正的薄弱点。有时候裂缝不是坏事，它告诉你哪里需要修补，哪里需要加固。没有那道裂缝，可能永远找不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静静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沈雨申说的不只是建筑，他在说他就是那道裂缝。陆景川的背叛在他心里裂出了一道巨大口子，但反而帮他发现了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他把人生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现在把基础全挖掉重来，打了更深的桩，用了更好的材料，建起来的东西比以前稳10倍。沈雨申，你是不是在用这栋建筑给我做心理辅导？他笑着摇了摇头，被你看出来了。建筑师果然都市心机男，嘴上这么说，手却把他握得更紧了。展览结束后有小型酒会，他端着一杯香槟站在角落远远看他在人群中说话的样子和私下完全不同，更干练更专业更有棱角，但骨子里的沉稳和真诚没有变。介绍项目时不夸大其词，甲方问亮点，他老老实实说我们没做太多设计，更多是做了减法，然后详细解释如何保留原有建筑的砖墙纹理和木梁结构。他说做了减法3个字时，他在心里给他加了1分。设计师最难的不是做加法，是做减法。感情也是。手机震了一下，一条彩信，陌生号码发来的。他点开，整个人僵住了。那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他马黑区公寓楼下大门，门牌号清晰可见，甚至能看到露台上那2盆薰衣草。下面附了一行字：西塘，你的薰衣草该浇水了。他手指猛地收紧，抬头环顾四周，酒会现场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笑在聊，在喝香槟。沈雨申站在人群中央，似乎感受到他的视线，转头看到他的表情，笑容瞬间收起，快步穿过人群走到他身边。怎么了？他低头看到手机屏幕，脸色也变了。他知道我住哪，肯定在附近蹲过点，甚至知道我在露台上种了薰衣草。沈雨申把手机拿过来翻了一下发信人号码，又是一个新号码。报警，现在就去。报警有用吗？他又没造成实质性伤害，法国警察管这种骚扰短信吗？管。法国对骚扰跟踪有专门法律规定，反复发送骚扰信息，未经允许拍摄他人住所照片都构成违法。我那个警署朋友说了，只要你愿意报案，他们会立案。他犹豫了一下，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陆景川被法国警察抓住，遣返回国，在机场被中国警方带走，双手戴手铐，低头钻进警车。那个他曾经爱过3年的男人，最终以这种方式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有一瞬间的不忍，但只有一瞬间，因为紧接着想到了另一个画面，陆景川躲在暗处盯着他的生活，随时可能从阴影里窜出来咬他一口。走吧，去报警。他们去了第4区警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警官，金发戴眼镜，说话温和但眼神锐利。顾西堂把保存的所有骚扰短信、通话记录和公寓楼下的照片都交了出去。女警官翻看后，表情变得严肃，这个人是你的前男友？是的，我们在中国有过关系，但已经结束了。他在法国是合法居留吗？沈雨申用流利法语说明了陆景川在中国涉嫌经济犯罪、被通缉、偷渡出境的情况。女警官听完，眉头皱得更紧，快速敲键盘后去了后面办公室。大概15分钟后回来，身后跟着便装中年男人杜邦警官，负责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他重新问了一遍所有细节。曹玉这个人我们知道，杜邦说，我们关注他很久了。如果你前男友确实在他那里，对我们是个很好的突破口。那他现在骚扰我的事呢？可以先申请保护令，禁止他在任何情况下接近你和你住所500米范围内，违反直接拘留。但说实话，对以非法入境的人来说，保护令威慑力有限。我们能做的最好措施，是在他再次联系你时立刻行动，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位置实施抓捕。最好是通话，超过30秒就能定位。短信也可以，但精度不如通话。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如果他再打来，我会接。我会拖住他让你们定位。小姐，这不是你的义务。我知道不是我的义务，但他拍了我的公寓，知道我在哪。他在暗处，我在明处，不可能永远躲着。与其等他哪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不如主动把他引出来。
杜邦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递给他一张名片，如果他再打电话，立刻打这个号码。我们24小时待命。走出警局已是晚上10点多，他走在前面很快，沈雨申跟在后面没说话。走了半条街，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逞能？没有，我觉得你很勇敢，但这不代表我必须喜欢这个计划。他是通缉犯，已经没退路了。没退路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你接他电话，故意拖住他，万一他察觉不对劲，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他问，语气不尖锐，只是想知道答案。他沉默了。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陆景川像埋在暗处的定时炸弹，不主动引爆，就只能等着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炸开。没有，但我有一个条件，你接电话时，我必须在旁边。全程。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被夜风吹得很凉，但他的手掌很暖。好，你在旁边，你来帮我一起拆这颗炸弹。沈雨申把他的手从脸上拿下来，握在手心里，然后用大衣把他整个人裹了进去，紧紧抱着他，下巴抵在他头顶上。夜风从运河方向吹来，带着水汽和远处教堂钟声。街对面面包店的灯还亮着，橱窗里法棍在暖光下泛着金黄光泽。第二天上午，陆景川的电话来了，他正在沈雨申工作室沙发上翻建筑杂志。屏幕亮起，又一个新陌生号码。他抬头看向沈雨申，他立刻放下笔，拿起手机拨通杜邦警官号码。他深吸一口气，接通，按下免提。喂，西塘，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陆景川的声音比上次又憔悴几分。你拍了我的公寓，想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就想见你一面，当面道歉。我知道你在巴黎过得很好，在什么设计公司上班，还拿了奖。西塘，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我真的撑不住了，在巴黎没有别人了，只认识你。语速很快，像怕他随时挂。沈雨申在旁边用口型告诉他，拖住。你不是有个同学在巴黎吗？曹玉，你去投奔他了吧？电话那头明显停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曹玉？陆景川，你在国内欠了2个亿，以为跑到巴黎没人知道吗？你的事国内都传遍了，你妈跑我家去闹说你要来找我，你觉得我能不知道吗？沉默了几秒，他忽然笑了，不是正常的笑，是被逼到绝路后扭曲的笑，带着自暴自弃和危险的决绝。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装了。西塘，我现在真走投无路了。曹玉那个王八蛋翻脸比翻书还快，怕我连累他，把我赶出来了。我现在身上只剩不到200欧，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是不帮我，明天就得去街上要饭。你想让我怎么帮你？钱？我知道你没钱，但你在巴黎有工作可以借。借5万欧给我，我拿去办假身份，换个地方躲躲。等风头过了东山再起，一定加倍还你。他差点气笑了。5万欧折合人民币近40万，他以为他是开银行的。但他忍住了，看了一眼沈雨申，沈雨申用手指在桌上画了个圈，示意继续拖。5万欧不是小数目，你让我想想办法。但你现在在哪？连人都见不着，我怎么把钱给你？你愿意给我钱？声音多了一丝急切。我不知道，需要时间考虑。你告诉我你在哪，我想好了去找你。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陆景川不傻，知道告诉别人自己的位置有风险，但他现在处境太糟糕，被曹玉赶出门，身上快没钱，巴黎举目无亲，顾西塘是他最后的机会。他赌不起。我在13区，靠近唐人街，具体地址不能在电话里说。你如果真的想帮我，明天下午3点到13区伊夫里大街那家麦当劳门口等我，一个人来，不许带别人。他心猛地揪紧。伊夫里大街麦当劳是华人聚集区最繁华地段之一，人流大，选那里是为了方便隐匿和在发现不对劲时迅速逃脱。好，明天下午3点，我一个人去。西塘，
他在挂电话前忽然说了一句，声音又变回那种带着撒娇意味的腔调，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你要相信，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只有你一个。等我过了这道坎，我一定。他挂了电话。沈雨申放下手机，杜邦那边全程录音，他们会提前布控，只要他出现当场抓捕。他点了点头，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整个人往沙发里缩了缩。刚才那种冷静自持的劲头忽然散了，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松手后整个人都在嗡嗡地震。他走过来在旁边坐下，把他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一下一下轻轻拍着。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暧昧成分，就是最朴素的安抚。他最后那句话说，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只有我一个，知道吗？半年前听到可能会心软，会觉得至少还有一点真心，但现在听到只觉得恶心。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不是我爱你，是我只有你。不是珍惜我才说这种话，是走投无路了，身边没有别人了，不得不来找我。如果现在手里还有2个亿，如果身边还围着周婉清那样的女人，你觉得他会想起我是谁吗？他爱的不是我，是任何能救他的人，只是现在刚好是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但你救的不是他，是你自己。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警察能不能抓到他，你都要记住，你不需要靠他来证明你的善良，也不需要靠原谅他来证明你的大度。你来巴黎不是为了恨他，也不是为了原谅他，你是为了忘记他。忘记之后，你的生活才是你自己的。他看着他的眼睛，鼻子酸得厉害，不是想哭，只是忽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听懂了他。他来巴黎只是为了把他从心里清空，像清空过期硬盘，彻底删除所有数据，腾出空间装新东西。而沈雨申就是第一个被装进去的新文件。你说的对，我不需要原谅他，只需要忘记他。明天过后，这个人就彻底从人生里出局了。第二天下午2点半，他出现在13区伊夫里大街，穿最普通的黑色羽绒服，头发扎成低马尾，素面朝天，像附近大学里再普通不过的中国留学生。耳机里藏着微型通讯器，身上带了定位装置，便衣警察已分布在麦当劳周围各点位，有人在街对面咖啡馆看报纸，有人在路边假装等公交，有人在不远处面包店里挑法棍。沈雨申也在现场，被安排在警方监控车里协助确认目标。监控车停在伊夫里大街拐角停车场，车在屏幕上可以看到麦当劳门口所有角度实时画面。2点55分，他站在麦当劳门口，双手插口袋，耳机里传来杜邦的声音，目标还没出现，保持自然，不要四处张望。他深吸一口气，抬手看手表。巴黎冬日下午，阳光苍白稀薄，照在石板路上镀了一层冷淡银灰色。街上行人不少，推婴儿车的法国妈妈，拎菜篮子的越南老人，三三两两的中国留学生边走边笑。他站在人群中，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只有自己知道，心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撞击胸腔。3点整，陆景川没出现。3点10分，还是没有。3点20，手机震了，陆景川打来的。他换位置了。你往南走，到托尔比亚克街公园门口，我在那里等你。他把这句话低声重复，耳机里杜邦立刻回应，答应他，我们的人会重新部署。正常走过去，不要着急。他答应了陆景川，挂掉电话，开始往南走。托尔比亚克街离伊夫里大街不到1公里，是比较偏僻的地段，那里的公园冬天几乎没人。他边走边在心里骂陆景川狡猾，故意先选人流密集的第一见面点，最后一刻换到偏僻处，如果他带警察来的话，部署就会被打乱。但他没想到，巴黎警方机动性比他想象中好得多。走到公园门口时，杜邦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部署就位，可以进去。我们在你周围不到50米范围内。他推开铁门走进去。这座小公园不大，冬天没什么人来，长椅上落满枯叶，喷泉停了水，
整个公园安静的只听到风吹过光秃树枝的声响。走到公园中央圆形广场，他停下脚步。我到了。你在哪？身后传来脚步声。他转过身，看到了陆景川。他站在离他大概10米远的地方，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黑色夹克，头发长了很多，脸瘦的颧骨都凸出来了，下巴满是胡茬。和他记忆中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男人相比，眼前这个人像被生活狠狠踩了几脚后随手丢在路边的破布袋。最让他震惊的是眼神，那双他曾经觉得温柔多情的眼睛，现在布满血丝，目光里有从未见过的偏执和疯狂。那不是正常人该有的眼神，是被困在陷阱里的野兽的眼神，恐惧、愤怒、不甘，还有扭曲的渴望。西堂，你来了，你真的来了。他朝他走了一步，他本能的往后退，手在口袋里握紧手机，拇指按在杜邦快捷键上。我来了，有什么话就说吧。陆景川没有再说对不起或我爱你，他站在原地，用贪婪的目光上下打量他，像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那个目光让他浑身不舒服，像被冰冷的舌头舔过皮肤。你变了，比以前更好看了。巴黎水土养人是不是？你看起来整个人都在发光。说正事，想要多少钱？怎么给？给了之后你怎么办？说清楚就2清。2清？他重复了这2个字，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在瘦削的脸上格外诡异。你觉得我们之间能2清吗？3年，同居2年，就差一步结婚。你觉得5万欧就能2清？你什么意思？你欠我的。你知不知道，如果那天你不跑，我们结婚了，我可能就不会干后面那些事。警察调查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人，都说如果你在国内可以帮我证明很多事，罪名会轻很多。但你跑了，跑到巴黎来了，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个烂摊子里。你疯了！你非法集资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用投资者的钱买车买表买西装时问过我吗？你跟周婉清上床时想过我吗？现在跑来跟我说我欠你的。陆景川脸扭曲了一下，忽然冲上前2步，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他手劲大得惊人，像铁钳死死箍着他，指甲几乎嵌进皮肤里。他的脸凑得很近，嘴里呼出的气息带着难闻的烟酒混合味。听我说，我现在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公司没了，国内回不去了。你是唯一还肯来见我的人，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不然不会来的。放开他。声音从公园入口方向传来，沉稳、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陆景川猛转头，看见穿深灰色大衣的男人正大步走来，步伐很快但很稳，像每一步都经过精确计算。沈雨申走到顾惜堂身边，用身体把他挡在后面。陆景川的脸彻底扭曲了。原来如此，顾惜堂，你有男人了。你在巴黎过得这么好，原来是有男人了。一边在国内装受害者，一边在巴黎跟别的男人。话没说完，沈雨申已经一拳打在他脸上。那一拳力道十足，带着精准和力量，直接砸在陆景川鼻梁上。他整个人往后栽倒，撞翻一张长椅，鼻子里涌出鲜血。他捂着鼻子在地上滚了一下，艰难的抬头，不可置信的看着沈雨申。这一拳是为了你刚才抓他的手。沈雨申收回拳头，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你再碰他一下，下一拳会在你的下巴上。我是建筑师，对人体骨骼结构很了解。想试试吗？陆景川挣扎着想爬起来，但从公园各个方向同时冲出7、8个便衣警察，迅速把他按倒在地。杜邦快步走过来，亮出证件，用法语宣读逮捕令。陆景川被反剪双手铐起来时，还在拼命挣扎，嘴里不停喊着顾惜堂，你不能这样对我，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声音在警察呵斥声中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淹没。警车开走后，公园安静下来。顾惜堂站在枯叶满地的圆形广场中央，觉得腿有点软。沈雨申察觉到了，手臂微微用力，让他靠得更稳。
结束了，结束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树枝。低头看看手腕上被抓过的地方，留下一圈红印，隐隐作痛。但他不觉得害怕，不觉得难过，只觉得轻松，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彻彻底底的轻松。像身上绑了3年的枷锁终于卸下来，砸在地上碎成再也拼不回去的铁屑。走出公园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神情平和的沈雨申。你那一拳打了多久？没算过，大概几秒钟。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打他的？他认真的想了想，第一次在咖啡馆听你讲他的事，那时候就想打了。陆景川被关押的第6天，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和法国警方一起将他押上飞往北京航班。消息是杜邦打电话告诉他的，说一切顺利。关押期间，他没给他发任何信息，也没提过他名字。他挂了电话，站在公司茶水间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巴黎天空，长长缓缓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憋了3年半，从和陆景川在一起第1天就憋着，经历了冷暴力、不坦诚、背叛，最后的疯狂，现在终于可以全部吐出来了。他没有哭，没有笑，只是觉得身体里某个开关被彻底关掉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起来。皮埃尔从他工位旁经过时停下来敲了敲桌子。 Mademoiselle Gu， 你最近状态很好，图纸上的线条比以前有力度多了。可能是因为心里少了一块石头，手感就变轻了。春天来了。3月中旬的某一天，他上班路上忽然注意到塞纳河边梧桐树冒出嫩绿新芽。这是他在巴黎的第1个春天。从去年6月狼狈降落到如今3月春风拂面，9个月时间，人生完成了从废墟到新楼的全面重建。一个周五傍晚，他正坐在露台上看夕阳，手机响了。国内陌生号码。请问是顾希堂女士吗？我是陆景川案件受害方代理律师团队的工作人员。陆景川案件已进入审理阶段，我们在整理他的资金往来记录时发现，他名下有一笔价值约120万元的资产，某市中心一套公寓的 50% 产权。这套公寓是您和陆景川恋爱期间以双方名义共同购买的。根据法律规定，您的产权份额不受陆景川个人债务影响。建议您尽快回国办理产权分割手续，避免您的合法财产在后续执行中被误处理。他愣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对，他们订婚后就一起买了套房子，首付各出一半，写2人名字。后来他出国走得急，这件事彻底扔到脑后。120万，他那一半就是60万，折合欧元7万多，不是小数目。他给苏敏发消息征求意见。苏敏态度直截了当，当然是回来处理。60万呢，不是6000。而且凭什么便宜了陆景川那帮债主？你跟他没法律关系，你的钱就是你的钱。他爸态度同样明确，糖糖你该回来就回来。陆景川案子跟你没关系，警察早说清楚了。至于陆家人，你爸在，他们来一次我打一次。他爸一个60岁老头，说话口气像个街头混混，他被逗笑了。但最后帮他下定决心的是沈雨申的一句话：你回去不是为了陆景川，是为了你自己的60万。跟你回去见他，纠结过去完全是2回事。你要是担心一个人回去不踏实，我陪你去。你陪我去中国？工作室怎么办？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离了我2个月也倒不了。而且我本就打算今年去中国看看，一方面看国内建筑项目，另一方面，他停了一下，耳朵尖开始微微发红。另一方面，总不能还没见过你爸妈就把人家女儿拐跑了吧？他愣了3秒，然后笑得蹲在地上，蹲在露台上笑了很长时间，笑得肚子疼，眼泪都出来了。他每次说甜言蜜语都是一副汇报方案的正经表情，这种反差精准戳中他的笑点。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你这个人怎么连见家长都像做项目规划？第1阶段，考察调研，与业主沟通需求。谈恋爱本身就是大型建设项目。
我只是遵循专业做事方法。他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双手捧着他的脸，踮起脚尖吻了上去。不是轻轻碰一下，是结结实实的吻上去。春风吹过露台，薰衣草的香气送进房间，远处教堂钟声正好敲了8下。退回来后，他看着他的眼睛说，好，你陪我去，见见我长大的地方，见见我爸。他会喜欢你的，你跟他一样，都是把责任看得比天还大的人。那我得好好准备。你爸喜欢什么？烟酒茶。他喜欢实在人。你不需要带任何东西，你这个人本身就够实在了。沈雨申认真地点了点头，从口袋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郑重打了一行字，见顾爸，做实在人。他一把抢过手机，把那行字删了，扔回他怀里。沈雨申，你是我见过最不会谈恋爱的人，但你也是我见过最会爱人的人。临行前最后一个周末，他带他去了普罗万小镇，他改造纺织厂的地方。3月的普罗万安静得像中世纪油画。纺织厂在小镇边缘，红砖外墙上爬满还没返青的常春藤枯藤，巨大的钢窗保留原有铁艺窗格，但内部已焕然一新，1层社区图书馆，2层多功能活动室，3层小型展览空间。图书馆前台老太太看到沈雨申热情地站起来打招呼，叽叽喳喳说了一大串法语。沈雨申转头对顾惜堂说，他说去年秋天有对年轻人在这里结婚，照片被当地报纸刊登了，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小镇上的婚礼圣地。他站在图书馆中央，仰头看着头顶裸露的木质屋架和穿插其间的现代钢梁。阳光从巨大钢窗洒进来，投出一片片光影交错的图案。他闭上眼睛，想象去年秋天这里的婚礼，新娘穿着白色婚纱走过这片光影，古老的纺织厂见证了一段崭新人生。他忽然睁眼，转头看向沈雨申，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这次回国处理完房子的事之后，我想把那60万拿出一部分，在巴黎开自己的小型设计工作室。他挑起眉毛，不用很大，像你的工作室那样小规模就行。先接小型项目，慢慢积累口碑。我在巴黎快1年了，认识一些甲方，也积累了一些人脉。更重要的是，我有了自己的设计语言，把中国审美的克制跟法式生活的松弛结合在一起。皮埃尔说，我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感，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些事，我知道破碎之后重建是什么感觉。他靠在书架边，安静地听他滔滔不绝，眼神里有种很深的专注。怎么样？我觉得很好，但我有一个建议，别把60万全投进去，留1/3做生活储备金，1/3做项目启动资金，剩下1/3留着应急。初期不用急着租办公室，可以先共享我的工作室。我那张工作台很大，分你一半绰绰有余。你要把工作室分我一半？共享办公，这在建筑师圈子里很常见。而且你之前说过，你是那座大厦的第一个住户。第一个住户当然应该享受最好的地段。他眼眶一热，但没有哭，只是走过去，把手放进他手里，和他十指相扣，站在纺织厂改造的图书馆中央，被春日阳光笼罩着。好，你的工作台分我一半，回头赚了钱给你交租金。租金就不用了，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要求，下次再遇到什么事，别自己扛。不管什么麻烦或困难，都不用一个人面对。我不是要替你解决问题，是要跟你一起解决问题。2个人一起扛，比1个人扛轻得多。你这个人说话真的很让人上头。这是夸奖吗？是最高级别的夸奖。他踮起脚尖，在他嘴角亲了一下，拉着他的手往图书馆外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这栋老纺织厂的内部空间，木梁、钢窗、砖墙、光影，所有元素都在安静诉说同一个故事。破碎之后可以重建，旧的容器可以装进新内容。时间不只会带走东西，也会带来东西。从普罗旺回巴黎路上，他靠在副驾睡着了。半梦半醒间，感觉到他把暖气调高，又把后座外套盖在他身上。
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他。他闭着眼睛没动，心里却清清白白的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要在巴黎生根的理由。车子驶进巴黎市区时天已黑，埃菲尔铁塔亮起金色灯光，塞纳河两岸被暖光勾勒优雅轮廓。沈雨申没直接回公寓，而是绕到亚历山大三世桥，把车停在桥边，轻轻拍他肩膀。顾惜堂，醒醒，看外面。他睁开眼睛，看到夜色中金光璀璨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桥上的女神像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塞纳河水面倒映着两岸灯火，游船探照灯在水面缓缓划过，整座城市像被点亮的巨大舞台。他想起第一次站在巴黎街头的那个凌晨，拖着行李箱站在戴高乐机场雨棚下，身上带着从上一段人生逃出来的狼狈和灰尘，觉得世界灰蒙蒙，看不到任何方向。而现在9个月后，他坐在温暖的车里，身边是愿意陪他走完接下来所有路的男人，车窗外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夜景。我在想一件事。沈雨申忽然说。什么事？你以前问过我，有没有产生过就是他了这种感觉。我说一直没有。但其实那天晚上在超市里，我站在货架旁边，看到你踮着脚够火锅底料的样子，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对，他就是了。但那时候觉得说这种话太早了，会吓到你，所以藏了9个多月。藏到现在，觉得差不多可以说了。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但硬把眼泪憋回去，换成一个带着鼻音的笑。你真的是我见过最能藏的人。9个多月怎么忍住的？建筑师的基本素养。项目每个节点都要卡在最合适的时间，打地基时不能说封顶的话，封顶时再去回想打地基那天的心情，说出来才最有分量。他握住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他的手很暖，指节分明，无名指上那道疤在桥上的灯光里泛着淡淡银白色。封顶了，顾惜堂的人生重建工程正式封顶了。他反手握住它，握得很紧。封顶只是主体结构完工，后面还有内外装修、设备安装、景观设计，我们还有很长的工期要一起走。那刚好，我最擅长的就是室内设计。埃菲尔铁塔灯光在整点开始闪烁，像一座巨大灯塔，指引着这座城市里所有寻找归宿的人。2天后，他们登上飞往北京航班。他坐靠窗，他在旁边翻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英文杂志。飞机起飞时，他透过舷窗看着巴黎在脚下越变越小，熟悉的街道建筑河流逐渐缩成微缩地图，最后被云层遮住。他没有不舍，因为知道自己还会回来。巴黎已经不是避难所了，巴黎是家。10小时后，飞机降落首都国际机场。走出航站楼瞬间，他被北京春天干燥暖风扑了个满怀。空气里飘着杨絮，路边迎春花开的正盛。他深吸一口气，觉得连雾霾都有股亲切味道。他爸顾建国在接机口等他，老爷子穿洗的发白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到女儿的瞬间眼眶就红了，但硬绷着脸没哭出来。他大步上前，一把抱住她，拍拍后背，声音沙哑地说了句瘦了。然后他松开女儿，目光落在他身后沈雨申身上。沈雨申站得笔直，手里提着2盒法国带回来的茶叶和1瓶红酒，脸上的表情是他从未见过的，紧张。这个在巴黎警察面前面不改色，一拳打碎通缉犯鼻梁的男人，此刻站在60岁中国老头的注视下，紧张的像等待结构验收的实习生。叔叔好，我叫沈雨申。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顾建国上下打量了他好几眼，从头发丝看到脚上的鞋，目光之锐利堪比在建材市场挑钢筋时。他紧张的手心都出汗。沉默持续大概5秒，然后顾建国伸出手握住沈雨申的手。小伙子手上有茧。握完之后，他转头对顾惜堂说，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赞许，是个干实事的。沈雨申松了一口气，把茶叶和红酒递过去。顾建国看了看红酒标签，点了点头，勃艮第的，懂行。又端详了2盒茶叶，大吉岭，
英国人爱喝的，法国人也喝这个。巴黎有很多不错的茶叶店，这2盒是我常去的一家老店自己拼配的，店主是英国老太太，在巴黎开了30年茶店。顾建国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但他看到父亲嘴角微微弯了弯。过关了。回去路上，他爸开车，他坐副驾，他坐后排。他爸一边开一边问各种问题，做什么工作的，在巴黎待几年，父母做什么的，以后打算回国还是国外发展。问题一个接一个，每个都问得很实在。沈宇深在后排一一认真回答，语气真诚的像站在毕业答辩讲台上。最后一个问题，他爸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你跟糖糖的事，你爸妈知道吗？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他们很高兴，说什么时候方便想见一见西糖。我爸妈在天津，高铁半小时就到了。如果叔叔同意的话，这次回来可以顺便安排一下。顾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让他差点从副驾蹦起来的话，行，那就见见。他猛地转头瞪大眼睛，他爸面不改色，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只说了句，看什么看，人家小伙子都主动提了，我这当爸的还能拦着不成？沈宇深在后排长舒一口气，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在偷偷擦额头的汗。接下来几天他忙得脚不沾地，在律师协助下，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共有房产产权分割手续。整个过程比他预想顺利得多，没有婚姻关系，产权份额清晰明确，他那一半资金流水也有据可查，法院干脆利落确认了他的产权份额，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拿到盖着法院公章的证明时，他站在法院门口台阶上长长吁了口气。120万的房子，他的60万干干净净回来了，就像他的人生一样，从一段混乱的共有关系里干净切割出来，拎得清分的明。办完手续的当天下午，他做了件事，回了出国前住的那套公寓，曾经和陆景川一起住了2年的那套。房东早已换了锁，阳台上晾着陌生人衣服，客厅窗帘颜色也换了。这个曾承载他3年爱情记忆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就像那段感情一样，除了他自己，没人在乎他曾是什么样子。他在楼下站了10分钟，然后转身走了。不是逃避，不是怀念，只是来做一个告别。跟这栋楼告别，跟那条街告别，跟那个曾经住在这里的天真的盲目的以为爱情就是一切的自己告别。走出小区大门时，苏敏的车停在路边等他，看到他出来，按了2下喇叭，摇下车窗，怎么样？哭了没？没哭，就是觉得以前的自己挺傻的。谁年轻时不傻啊？苏敏发动车，重要的是现在不傻了。你那建筑师男朋友呢？去天津看爸妈了，明天带我去见他们。苏敏吹了声口哨，这进度可以啊。见完双方父母是不是就该领证了？哪有那么快？他笑着说，但心里默默想其实也不算快。有些人在一起3年都不知道对方每天做什么，有些人认识9个月已经把彼此人生蓝图翻了个遍。时间从来不是衡量关系的标准，深度才是。第2天，沈宇深带他去了天津。他父母住在老城区带小院的房子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海棠树。4月初，正好海棠花开，满树粉白色花朵在阳光下开得热热闹闹。他站在海棠树下，忽然想起他第一次听到他名字时说的那句西塘，西边的海棠花。现在他站在他家院子里，头顶就是一束盛开的海棠。这就是缘分。他妈妈端着一盘刚出锅饺子从厨房出来，看到他站在海棠树下仰头看花的画面，直接下了结论。沈妈妈是典型天津阿姨，热情直爽，嗓门大，一顿饭功夫俩女人已经聊得热火朝天，从她在巴黎做什么工作一直聊到沈宇深小时候尿床的糗事，她在旁边拦都拦不住。沈爸爸是沉默寡言的老工程师，吃饭时话不多，但送他们出门时拍了拍儿子肩膀，这个行比你上一个强。沈宇深低声说了句谢谢爸，拉着他的手走出院门。
海棠花瓣被晚风吹落，飘在他们肩头和头发上，像这场见面得到了某种温柔而无声的祝福。在北京最后一天，他带她去了什刹海。4月什刹海柳絮纷飞，水面被春风吹起层层细浪，岸边酒吧茶馆还没到最热闹时，一切都安静得刚刚好。他们沿湖边慢慢走，他给他讲小时候在这片胡同里长大的故事。他爸骑自行车带他来滑冰，他妈在湖边给他买第一串糖葫芦。初中时跟同学翻墙进恭王府，被抓了个正着。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问1、2个细节，像要把他讲的每个画面都在脑子里构建出精确建筑模型。走到银锭桥上，他停下来，趴在石栏杆上看水面。后天就要回巴黎了，这次回来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该见的也都见了，感觉给上一段人生画了句号。句号之后呢？他站在旁边，也靠在栏杆上。句号之后就是新的一段了。他转头看着他，湖面波光映在眼睛里，让眼神格外明亮。下一段人生故事，想在巴黎写。那刚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他手心里，是一把钥匙，和之前给他的那把备用钥匙一模一样，但这是新的，钥匙圈上同样挂着手工铜制小房子吊坠。我在我们公寓对面那栋楼租下了一间空置底层商铺，大概60平米，临街采光很好，有个小后院。我觉得很适合做你的设计工作室。租金已付了1年的，用上次竞赛奖金付的，所以放心没花你的创业资金。他握着手里的钥匙愣住了。你不能永远跟我共享一张工作台，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独立的设计工作室，挂自己的牌子，做自己的项目。当然，选址离我太近，可能有点烦，要觉得不合适。他踮起脚尖稳住他，把所有话堵了回去。银锭桥上有游客在拍照，有老人在遛鸟，有小孩追着柳絮跑。此刻他什么都听不到，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他在耳边轻轻说的一句话：顾惜堂，巴黎见。2天后，他们坐上飞回巴黎航班。降落时是巴黎时间清晨，天刚蒙蒙亮。他透过舷窗看着这片熟悉的景色，心里涌起从未有过的归属感。走出机场时，巴黎晨风迎面扑来，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清甜。出租车穿过巴黎清晨街道，经过巴士底广场、塞纳河、圣母院，最后停在圣马丁运河旁边那条他再熟悉不过的街上。底层商铺60平米，老式鱼骨拼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墙面最简单白色，什么都没挂。临街落地窗朝东，清晨阳光正从窗户倾泻进来，把整个空间照得通透明亮。后门外是小小天井，铺着老旧的陶土砖，角落里长着一棵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下的无花果树，枝叶已冒出嫩绿新芽。工作台上，一盆薰衣草正安静地立在阳光里，紫色花穗刚刚开始绽放。他慢慢在空荡荡房间里走了一圈，手指划过墙面、窗框和木地板纹理，脑子里已经画出效果图。左边工作区大桌子和书架，右边会客区舒服沙发和几把椅子，后院墙上挂一串户外灯，夏天在无花果树下接待客户。这里挂黑板用来贴灵感素材和项目进度，这里放模型，展示台给客户看方案。后院铺碎石放小圆桌，天气好时在外面画图。这棵无花果树一定要留着，太有巴黎的感觉了。沈雨申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像刚找到新巢的燕子一样兴奋地转来转去，嘴角挂着笑。所以你喜欢吗？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站在房间最中央，被清晨阳光从背后照着，整个人像被镀了金边。喜欢，不只是喜欢这个工作室，是喜欢你为我做的所有事。喜欢你记得我所有的细节，喜欢你把每一个承诺都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喜欢你从来不说空话，喜欢你就是你。他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直到站在他面前。沈雨申，你还记不记得在什刹海我说的话？我说下一段人生故事想在巴黎写。记得。
那你愿不愿意？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带着小房子吊坠的钥匙，放在他掌心里，做这个故事的另一半作者。他低头看着手心里的钥匙，然后抬起头看着他。清晨阳光在他眼睛里折射出温暖而坚定的光芒。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建筑师最怕的就是项目烂尾，我设计的这座房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盖到一半。他把钥匙收进口袋，然后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一根细银链子，链子上串着同样的小房子吊坠，和他的一模一样。这2个吊坠是一对，当时做了2个，一个给你，一个留给自己。你的那把是钥匙，我的这把是锁。他把项链戴在他脖子上，2个小房子碰在一起，发出细微而清脆的声响。巴黎的早晨安静地铺展在窗外，圣马丁运河的水面被晨光照成淡金色，梧桐树的新叶在微风里沙沙作响。远处埃菲尔铁塔的轮廓在淡蓝天空里若隐若现，像这座城市的永恒坐标，见证着每一个到来、离开和归来的人。顾惜堂站在自己工作室的中央，身边是即将共度余生的男人，手里握着开启新生活的钥匙。他回想起那个6月的婚礼日，他穿着婚纱站在酒店走廊里，掌心的血滴在地砖上，以为人生就此结束了。他不知道，那根本不是结束，那是这部精彩绝伦的电影刚刚打完了片头字幕。此刻，正片正式开始。